眼前这辆出了大事故的道奇挑战者，是大壮花了11500美元买到的。从视频的展示情况来看，受损最严重的基本都在前端，车身上就只有些细小的划痕，内部的情况相对来说也很不错，除了安全气囊爆了之外，其他的都还好。而车头部分的损伤就严重了一些，引擎盖和右侧翼子板都被撞扭曲了。不过像这样严重的撞击，玻璃水箱竟然是完好的，也算是一个奇迹。也许是前杠没有损坏保住了它。这时我们就可以发现，这辆车子损坏的并不是很严重，那为什么售价才1万多美金呢？根据大壮的分析，应该就是它指的这个部件的原因，这是 ABS 装置的一部分。如果它被拔掉或者坏了，那么发动机是无法启动的，这应该就是吓走潜在用户的原因之一。要知道这台车的正常售价大概在12万美金左右，就算是现在车子出了事故，那么拍卖时都应在5万美金左右的价格。可是现在只有1万的起拍价，竟然都没有人竞拍。最后被观察许久的大壮买了下来，他认为这台车子其实没有那么糟糕，只要解决了车子无法启动的问题，那么他这次就捡到大漏了。大壮先将车子从拖车上卸了下来，然后打开了机盖检查了一下，里面的情况看着还算不错，只是节气门处看着是损坏了。不过这都是小问题，因为像这样的零件都很便宜。当他把镜头转移到右侧时，我们就可以看到 ABS 是完全失效的，盒子上也有着几个裂痕，而旁边的框架上也有着损伤，这个修复起来大概要几个小时的时间。现在最主要的就是车子能否启动的问题。大壮根据之前的一些经验，对 ABS 装置做了一些简单的处理，然后给上面接上了移动电源，接着就来到了车里进行打火尝试，没想到竟然一次就启动成功了，这可把大壮高兴坏了，一下子就从车里跳了出来。可没想到还没能继续炫耀，就发现前端正在冒着冷却液，吓得大壮赶紧回到车里熄火了。此时他兴奋大于意外，这就意味着车子的损坏是很轻的，完全可以断定这次是捡漏成功了。由于最大的问题已经解决，大壮也有了心情将车子清洗一番。此时的他越清洗内心就越开心，车子的状况看着属实不错，不看前端的话，完全就是一台9×9美女一手车。接着大壮又来到了车内，用刀片将车内的安全气囊都割了下来，然后对车里的内饰也清理了一番。此时的大壮对修复这台车子信心十足，工作起来也非常的卖力。等他将内部也清理完后，就将车子弄进了车库内。他决定先从车子的前端入手，准备拆掉挡泥板，取下引擎盖，并且修复被撞扭曲的框架，更换散热器软管和 ABS 装置，这都是大壮首要处理的问题。不过在大壮拆卸的过程中发现，车子的损坏要比想象中的好了很多。就从大壮拆卸下来的零件上就能看出，其实损坏的都是一些软管和塑料的零件。大壮事先订购了一些零件后，就用千斤顶将车子顶了起来，然后把右侧的轮胎卸掉，这都是为了修复钣金做着准备工作。像周边的玻璃水箱和线路都是要拆卸下来的。然后他就拿来了一个夹子，将其夹在了车身上，接着就用工具把弯曲的部分顶起来。随后大壮的大锤也派上了用场，虽然大壮没有那种大的框架机，但利用一些工具也能完成眼前的工作。看着大壮娴熟的动作，对于修复钣金这块还是很有心得的。给大家分享了一下修复钣金的经验后，就拿来了一个刚买的工具，这个工具可以很好的处理上面的锚点，还不会给留下的部分造成损伤。接着大壮就拿来切割机，将不要的部分将其切掉，并且用锤子对其进行平整，完成后的效果看起来还是不错的。接着大壮就拿着工具来到了汽车垃圾场，准备在这里找到可以利用的零件。只见他拿着工具就一顿切割，很快就将一侧的框架切割了下来，并且还得到了一个好的玻璃水箱。大壮将其都带回车厂后，就开始了进一步的修复工作。其实大壮从事修复钣金的工作已经很多年了，在当地也是小有名气，甚至当地的修车大佬都找过他帮忙。所以像这样小的钣金工作对于大壮来说简直就是小菜一碟，很快就将其安装了上去。不过为了焊接的框架不会出现偏差，所以大壮需要一次模拟安装，把引擎盖安装上去看一看缝隙是否合适，如果不行也能快速的调整过来。要是开始的时候就将其焊牢，那再出现偏差就不好处理了。等大壮做到了心中有数后，就将外部金属板也焊接了上去，接着在上面喷上一层防锈漆，这个钣金的工作就修复完成了，看上去是非常的不错，根本不像被修复过的样子。这时大壮在仓库里找到一个旧的 ABS， 他现在要做的就是将上面的线路都拆掉，然后将其安装上去就可以了。不过在这之前，大壮需要给挡泥板上重新喷漆。大壮先将拆卸下来的线路用塑料袋包好，然后用扇布盖住了发动机，接着就开始了打磨的工作。大壮不仅打磨了车身的部分，还把重新安装的部件都精心打磨了一番，这样调一次漆就可以把喷漆的工作完成。接着他就拿来了塑料布，将整个车子盖了起来，然后把需要喷漆的地方露了出来，这样就可以开始喷漆的工作了。这也能看得出来大壮还是个多面手，不仅钣金的活干得很出色，喷出来的漆也很完美。其实喷漆的工作还是很复杂的，不仅要重复喷好几次，其中还需要等待干燥。一般情况喷漆的工作都需要1个星期左右的时间，现在只是完成喷漆工作的一部分。在等待车漆干燥的同时，大壮也没有闲着，他来到了车子的内部，将里面的座椅拆了下来，
接着就是中控台和仪表盘，这是为了更换安全气囊做着准备工作，并且大壮为其准备了一个新的仪表盘。这安全气囊一爆就得换一个大家伙，这个车的设计也太不人性化了。接着大壮就将新的仪表盘安装到了车上，并且快速的将上面的零件都复原，还顺便把方向盘上的安全气囊也换好了。这个时候就是安装 ABS 的时候了。大壮将包裹的线路都拿了出来，然后把 ABS 安装了上去。可在大壮安装过程中发现，车子上还缺少很多线路和零件，所以大壮再次来到了废旧车垃圾场，准备在这里找到挑战者所需的零件。可让他没想到的是，转了好几圈都没有找到一辆挑战者。大壮只有再次来到上次拆卸的地方，上面的线路和喇叭都是自己所要的，他快速的将其都拆解下来。这次大壮得到了喇叭和保险丝盒，甚至连这个支架都是这次拆卸下来的。现在大壮要考虑的是重新更换插头，还是将其直接链接到一起。经过大壮掉了30根头发的代价后，终于决定直接将线路焊接到一起，这样不但不用购买新的插头，还能让线路不再有接触不良的风险。接着就是更换保险丝盒，把刚拆卸的好零件都安装上去。在大壮费了9牛2虎之力后，终于将剩余损坏的零件都更换完成。现在就是安装前保险杠的时候了。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，保险杠和新引擎盖的缝隙完全不符合，显然上面还缺少着不少的零件。而在等待订购的货物到来时，大壮拿来一款新的电瓶，并将其更换了上去。接着大壮就来到了车内，重新将车子启动了起来。可是这时却发生了一个大问题，车子的油门根本没有反应，这让大壮感到十分的奇怪，所以就拿来了扫描仪进行了一下检测，可发现根本不能扫描，需要一个特殊的 FCA 登录名才可以。不过现在不知道为什么油门竟然恢复了，虽然听着声音还不错，但仪表盘上还有 ABS 的提示灯，甚至引擎的转速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，也许线路断了，或者存在着一些不知的隐患。现在不管因为什么，他不得不将无法扫描的问题交给当地的经销商，而大壮能做的就是给 ABS 放弃，这样也许能让 ABS 灯消失。于是大壮再次拿来了千斤顶，将车子一点点的升了起来，然后将所有的轮胎都卸掉。在这期间，大壮还检查了一下刹车线，可得到的结果是刹车线似乎没有什么问题。难道是低压导致的 ABS 制动线路开启的吗？所以大壮就拿来了一个小工具，先是给车子加入了制动液，然后把软管插到了制动钳上，接着不断的挤压手上的小工具，将4个刹车里的空气都放了出来。看着放出的大量空气，这就意味着大壮的判断是正确的。接下来他就要将 ABS 系统送到经销商那重新编程，然后获得一个 VIN 号，这样就可以扫描车子的代码了。在这期间，大壮要将损坏的冷却器拆解下来，然后更换上购买的新冷却器。不过为了符合车子的色调，大壮将其喷成了黑色，安装上去后就和之前的冷却器一样了。再次将保险杠安装上去后，保险杠和引擎的缝隙就好了很多。现在就到了车子的喷漆阶段，大壮首先要标注出车身上的凹痕和划痕，这些都是需要将其打磨和刮腻子。不过在这之前，大壮还需要将车门上的倒车镜和把手拆解下来，这样会在工作时减少麻烦。接着大壮就拿来了锤子，在车门上敲击了一番后，就用砂轮打磨了起来。他将标记好的地方都打磨了一遍，然后就用锤子把翼子板上弯曲的地方平整好，接着就给上面刮上了一层腻子，等它彻底的干燥后再将其打磨平整。在过去了几个小时后，车子上的瑕疵也就处理完成了。他现在要做的就是将修复处贴上胶带，然后用塑料布把车子盖好，再把要喷漆的地方都露出来，这样就可以为损坏的地方喷底漆了。之所以先为其喷底漆，是因为修复处会比其他的地方少一遍底漆，到喷面漆的时候会呈现出不同的色彩，而大壮这样做就完全解决了这个问题。等喷的底漆彻底干燥后，就开始对车子精心的打磨。他这次一边对车子冲水清洗，一边用水墨砂纸打磨，这样的打磨效果会更加好许多。接着大壮就将车子开到了喷漆房里，给车子重新遮盖好后，就开始了最后的喷漆工作。师傅先给不是紫色的地方喷上了白色的底漆，这样再次上漆后不会出现变色的情况。而喷上面漆时，我们可以发现它现在是一个亚光的状态。这时喷漆师傅就得进行喷漆的最后一步，给漆面上喷上亮光的清漆，这样出来的效果会变得闪亮光彩。此时的车漆看着是非常的好，完全达到了大壮的预期。等车漆彻底的干燥后，大壮就将车子带回了工作室，把之前拆卸下来的零件重新安装到了车上。此时的车子看上去就好看了很多，也有了属于肌肉车的风采。不过现在还有很多零部件都还没有安装，尤其是前保险杠上的附件。大壮把它们都安装好后，还为其增加了一个前唇，这样安装上去后会更加的有攻击性。等把引擎盖上的装饰安装好后，就给车子来了一个大清洗。此时车子的外观就基本完成了，可车子内部订购的零件都还没有到。现在大壮只能将车子上原有的贴花揭了下来，等订购的零件到货后，就开始了对内部的修复。大壮先将车内的座椅都清理一空，然后把中控台安装了上去，接着就是车子的安全带。这个过程对于大壮来说没有一点难度，安装的过程非常的顺利。等他将把车里的部分都处理好后，就把车子开到了朋友的店里，准备在这里更换一个全新的风挡玻璃。现在当地卖风挡玻璃的都是附带免费安装的，所以当地的修复厂都会采用他们的玻璃，这样不仅花同样的钱，还更加的省事。
等师傅将风挡玻璃安装好后，这台2019款的道奇挑战者就修复完成了。可唯一不完美的就是车子的仪表盘上还存在着 ABS 和安全气囊的警示灯。大壮把车子带到经销商那清除代码，可因为现在的车子还没有牌照，所以经销商不受理。虽然车子现在还不算彻底完成，但大壮对这次的修复还是非常满意的。从内部的座椅来看，它还是加热和冷却的座椅，配有绒面革真皮手动变速箱。车子的外观那就更不用说了，看上去非常的有攻击性。而最让大壮高兴的是，这次的项目支出非常的低，大壮这次的买车加修复的费用总共加起来才16700美元，这可让大壮狠狠的赚了一笔，轻轻松松就可以赚个几万刀。那么这次问题来了，这么漂亮的一台车应该售价多少呢？请各位看友说出您心中的价格。